那天和平精英地铁模式真的上线了，上有一图能爆金，下有 RPG 火箭筒，更有超越精致品质逆天武器，你确定不来看看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全新内容。首先是武器，最高为红色卓越品质，伤害提高45%，均价在100万左右，最贵的是 AMR 200多万。范围伤害武器除了榴弹枪，还新增了 RPG。子弹方面增加竞赛品质，另外呢还有除碳器等一堆大家没见过的全新道具。后面呢本将再为大家一一探索。接着是地图，目前一共3张地图，可以对应地铁的1到5图。至于暴雨，就这么和大家说吧，某男在1图爆了2把金枪，1图长出3个 boss， 外加2个空降 boss， 暴率那是非常的哇塞。3图更是离谱啊，开局就有5个 boss， 暴率大家自己看。另外还会出现空投，里面有很多高价值变卖物。哇！至于辐射区啊，本将只能说暴率一般，还不如在外面打 boss。这是3图辐射的大马猴，也可以爆装备。最后来不及悼念我们的卡佳姐姐，出场的是格雷斯。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，记得3连，本将火速更新下一期，拜拜。太夸张了，光子，你出个地铁模式，3张进阶地图，21个 boss， 你就不怕玩家喷你吗？21个高产4母多，给大家看看他们都在哪儿，到时候大家去玩的时候或许用得着呢。首先是1图啊，也分为基础和进阶2个模式。进阶模式下，开局固定刷新3个 boss， 大家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到。开局1分钟有几率刷新增援 boss。此外，在游戏中啊，分别每过10分钟还会刷新2个空降 boss。1图的中心地区啊，有5个地铁口，可以进入地下辐射区。辐射区内啊，还有一只狼王 boss， 强度略高，不建议无脑战斗。大家呢也别以为打 boss 有意思，在这里面 boss 大部分都是红装，小概率金装，反正打得稳赚不亏。然后是3图，开局固定刷新3个 boss， 有2个是大家熟悉的，一个是学校，一个是儿城。第3个在人家的马头上，我愿称之为最帅 boss， 骑着马射爆炸风，就问你屌不屌？还有一个是开局1分钟概率刷新的增援 boss， 然后是辐射区的变异大马猴，俺老孙来也！最好就是以度假岛为原型的5图了，开局也是3个 boss， 南海湾、溶洞、科学馆各有1个，外加2个空降以及辐射区的狂火 boss。至于增援 boss 嘛，本将认为估计还是有的，但是我没有想过，真的太多了，就是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本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装备不能交易，金枪词条可自己手动更换选择。哦，牛掰！摇摇车竟然有车灯！好。门卡爆率倒反天罡。本期视频啊，本将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PUBG 以及和平地铁的不同之处。首先是装备交易，骗装备全部杜绝，你掉的装备队友捡了撤离后会返还你的仓库。然后是和平地铁 bug， 金枪只需要放背包里再丢掉地上，就可以无限刷新词条了。人手一把远古巅峰地下不再是梦。接着是最搞笑的，喏，光子竟然给摇摇车装了个车灯，笑不火了，家人们，这是怕撞到人吗？最后就是和平地铁全网最全的，所有9个门卡的位置以及爆率。首先是1图进阶模式，第1张绿卡在警察局门口，门上呢有个绿色的标志就是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门有点眼熟啊？里面呢只有3个物资箱，一共开了65万的物资，可以说是很贼了。第2个是白门，位置在老地方啊，开了50万的物资。要知道这一张卡才3万块的价值，直接血赚10几倍好吗？然后是3图的红门，位置在南区这里，竟然开了将近100万的物资。红门在地图最上面军营这里，开了70多万，也是很不错。至于黑卡嘛，还是老地方，地铁下面黑区这边一模一样的地方。但这暴率吧，说它是傻都误入这个字，就开了连30万都不到。大家别以为啊，就3个黑门是这样，还有呢，5图第1个黑门在科学馆右上方，结果这愣是只出了1根金条。第2个黑门在南海湾这里，也是啊，只开了40万出头。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
5图的黄卡在地图左下方就接这里，还有60多万。最后一个红卡在地铁下面，记住啊，不是在服务区里面哦。又是将近100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打破了黑卡在大家眼中的地位啊？所以啊，大家不要再轻易卖掉5色卡了，说不好随便一开就是100来万呢。至于黑卡嘛，我还是喜欢 PUBG 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有那么一瞬间啊，我都愣住了，我就想问一下啊，这么奇葩的仓库谁见过？我都不敢相信啊，居然有地铁玩家不喜欢玩也不留妹控的。看着有点熟悉啊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是远古魔煞还是天煞来着？忘了。呵，确认过眼神啊，不是我粉丝，陈涵的。上期扶贫突击仔的视频发出去后啊，好多评论说啊，不应可怜突击仔的，但也有一粉丝要求啊，帮忙热心寻人的。好家伙，这届网友什么都能找到，就是找不到女朋友。没错，他就是本期扶贫主角。这小伙子知道我是奔奔。我看他仓库啊，就差一把远古巅峰地器了，安排。听大主播陈涵说啊，这5图学校方圆100米的爆金率啊异常的高，那本家就用这3把炸天武器外加15张黄卡来测试一下，看这爆率是否有陈涵说的那么高。先来试试这远古巅峰神器替代品，还行，6套2枪抬走。我有说法，打头1枪。大人，时代变了。我勒个闪电球球，陈涵，你不会在骗我吧？再来！我操！后面呢又开了几张，爆金力啊，简就是一坨。我说这是12K 的问题，大家信不信啊？不信啊，我们来试试远古巅峰神器 DBS 啊。这到底是我脸黑还是校霸造谣啊？你敢相信啊？这玩意是我打这么久开过最值钱的东西啊！不是，就这还远古巅峰神器啊？我看是晦气还差不多。最后换奔将送本森的巅峰地器，我简直不敢想象它有多猛。靠北啦，爆率也太哇塞了。BOSS 啊也是稳定发挥。不出意外啊，黄卡他绝对老逼灯一个口。我寻思这乔治和陈涵应该不认识吧？再一把，这都快开完15张黄卡了，才开出1根金条。行吧，要我看呀，还是 P90爆率高一点。既然陈涵的打法爆不了金也赚不到钱，那我们就试试用这神器啊去7图试试爆率。先来个红光检查一下，又逮住一个，不愧是神器，咬人就是快，装不完，根本装不完。最后呀，再来开个黑门，3个箱子3干苗，屌丝秒变小土豪。OK 呀，最后也是血赚了700多万，飞飞撤离。虽然说陈涵说的爆率不咋靠谱，但这远古神器啊还是嘎嘎好用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99.9块的护航还送斐济杯。第一次看到啊，会觉得这啥呀？这是啊！第2次看斐济杯，第3次再看，然后呀，主播一个老板就打了2小时，炸6把。也不知道点他的老板是开心还是不开心。马林说啊，好歹是主播护航的，这样明目张胆的当炸弹选手不太合适吧？然后我寻思着监控一下，就瞅到这样的画面。没猜错的话呢，当时的对话应该是这样式的：肥不肥，老板？老板肥不肥？很肥很肥，牛不牛逼？我们俱乐部太牛逼了！我操！你还别说啊，这护航挺别致的，立马就又有新老板了呀！而且啊，这次更离谱，
2小时炸了 N 把不说，老板和护航2个人都掉了，只剩裤衩子了。高级炸弹选手，我寻思着既然技术不行，建议他带老板整整活儿做行了吧？结果呀，哼！突然发现这主播的护航呀，贵有贵的道理啊！毕竟嘛，不是每个护航都能带着老板去被人骑啊。纵使后面的老板催得要死，但马铃薯依旧不慌不慢。带老板丢装备吧，他说他良心过不去；不给老板赚点钱吧，他又不好意思接单。所以这就是你1天2单都没打完的理由。OK， 没人。我操！我在拔刀！我操！我来战群妖！我操！我的鲜血飘！像云端，山那边。马铃薯的装备呢，也是肉眼可见的飘了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大哥呀，都凌晨12点了，后面2个排队的老板都又睡了一觉起来了。没办法呀，只能退单了。为了给马铃薯缓解一下压力，涨价。嘿，谁知道啊，第2天一大早这投诉他就来了呀。带了2个老板，收到了3条投诉。牛掰！这烂摊子无处可逃，让 DN 随时待命啊，不就是烂摊子吗？我来叫人收拾。来，老板这边是补偿给你的766号。OK， 老板跟上，老板。Need ammo。那个一会儿上去，老板跟着去看那个平台箱的。那个先不说，不是老板，过来跟着。5.3，可以。来，老板，4块金砖，肥不肥？很肥很肥。最后呢也是成功给老板赚了850万，外加一套金刚6。OK， 我们 BN 正式宣布，技术主播马铃薯降为娱乐女陪。还有那啥，下次过来还是点技术陪吧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拖更具体的原因呢，大家也知道。当然了，也不存在忘本，本将本来就是和平转地铁的主播，曾经啊就是靠和平成功的，也曾是和平的签约主播，有着6个号，偶尔呢参加官方比赛等各种赛事活动。因为不喜欢被约束，当时的地铁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。2022年，我主动退掉，放弃了官签资格，全身心投入到了地铁。最近啊，和众多主播一样被喷忘本。其实啊是这样的，大家想看的那个游戏视频啊，发出不到1个小时都会被这样制裁。平台的制裁一言难尽，所以啊，干脆摆烂去玩元气和暗区了。也不是大家说的被签约了，我没有签约，我不喜欢被约束，只想做好自己就行。和平、地铁、暗区、三角洲奔将都玩。BEN 俱乐部也依然有地铁、暗区、和平3个游戏的护航陪玩。下次有机会呢，可以给大家聊一下奔将的成长史。接着这期视频，正要做个调查：和平、暗区、三角洲、萤火，大家想看我玩哪一个？又或者都更新一点，毕竟大家都玩嘛。好了，剧情需要呢，我还是给大家来点正片。和平地铁明天就上线了，凡是想入坑这个模式的粉丝啊，那么本期视频来个突击特训，保你3分钟就上手。首先是萌新入坑须知，装备压制系统。枪分这几个品质，品质越高打人也就越厉害。PS， 妹控是地铁霸主哟。子弹分为5个等级，锈蚀遛狗都不用，打个3级套人机嫖仔都费劲。普通子弹呢则能轻易秒杀3名装备以下的，完好子弹可以对4套5套造成一定的威胁。只有高爆和竞赛子弹才有资格与6级、7级有一战之力。然后就是开荒护甲选择，这里呢奔将要告诉各位萌新一个误区，千万不要纠结于低级护甲的选择。1、2、3级甲和不穿没啥区别。只要玩家用的不是锈蚀子弹，都可以做到轻易秒杀。这些低级护甲的真正作用就是可以让我们避免被人气和 BOSS 秒杀。接着呢就是制服思路，辐射区大于进阶图，大于 BOSS， 大于玩家。这是奔将玩了这么多年地铁来了赚钱思路。地图方面，这3种为基础模式低级图，玩家死后不会掉落装备。剩下的进阶地图就是会掉装备的，背包里面的东西全掉，身上穿的系统随机掉，当然了也有可能不掉。接下来就是老玩家必须知道的和平地铁的一些改动。说实话啊，看到和平做的地铁套上，我真的血压飙升，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PUBG地铁老玩家一定要知道，真的太离谱了。
子弹方面，高爆不再是神中神，在和平啊新增更高级的竞赛子弹，让6套和7套看起来就跟玩具一般可笑，轻轻松松几枪就能秒。还有大家看那种毒性子弹的射击视角，有没有一种被大便糊了一脸的感觉？我都不敢想象远距离对枪用毒性子弹，敌人会有多绝望，简直逆了个大天。其次是3种堪称高玩开挂道具，一个是自救器，打一个满面队都能打出一个尸的体验，恶心到没话说。更别说这生命探测仪了，完全不给老六活路。然后就是战局中，在和平地铁淘汰播报可以全图看到，对大家可能没啥影响，但奔将觉得自己前途一片黑暗。说到黑暗，就不得不提官方这一束光了，也不知道能照亮多少只地铁老六。还有这和平地铁辐射区的怪物，仇恨比地铁里面的狗子都离谱，伤害不俗，碎甲能力极强，想偷摸箱子可以下班了。对了，可能有很多老玩家对这个机甲很感兴趣，但我不得不给你们泼盆冷水。这机甲的使用条件非常苛刻，首先你得充能完毕，然后还需要消耗能源电池，这玩意也不好搞。I don't know why。最后就是需要从卧底模式进入。离谱的是，地图中居然还会标记你的存在，很容易被别的玩家用妹控一梭子秒杀。而且除非你是4人组队一起用机甲，不然你的队友就是3个突击仔。能不能打死敌人呢是一回事，舔不舔得到包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还有这边的狗洞也被修复了，想从这里进去打 BOSS 就别想了啊，空气墙。最后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干爹啊，防沉迷系统来了。抄袭 bug 逆天机制，这和平线上的地铁模式咋这么多恶评啊？我操，真有这么恶心吗？大辐射区长必须去体验一下。和光子说道，欢迎各位地铁人收看第1届和平地铁粉丝吐槽大会。首先你这个迷雾港口的逆天出生点到底是跟谁学的呀？虽然说每个出生点都是随机的，很正常，大部分出生点呢也不一定100%刷人，这点也很好。但你也不能有几率出现4、5个队刷一块了呀！而且这都不止一次了。这度假岛本来就小，开局脸上就刷一队，本来以为呢算他们倒霉，结果不开枪不知道，一开枪呢，整个平安县城的人都来了，这才知道附近全活人呢，直接宣布开启决赛圈。这不硬逼着玩家找我们 BN 俱乐部保驾护航吗？比 PUBG 5出的9死1生复活点还恶心。遇到这种对局你就玩吧，一玩一个不吱声。还有和平策划，你是色盲吗？红色粉色不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这种红光诈骗对于一个地铁玩家的伤害有多大呀？既然给装备颜色分级，咱就分得明确一点好吗？深红、浅红，不放一块你能看出区别？尽量给人感情。第3和平地铁呢，这楼梯旁边装个电梯我没意见，但有的地铁口只有电梯没楼梯，啥意思啊？我要是和固定队友一起打呢，还可以等一下。要是路人队友不等你你直接下去或者追杀敌人，敌人直接坐电梯下去，你哭都没地哭。这再呼叫电梯上来呢，少说1分钟都过去了，更别说这等着电梯再来一队人给你堵了，简直不要太恶心啊！要我说你要弄就弄一个电梯一个楼梯，不弄楼梯了就搞2个电梯，整这一个电梯实在是影响游戏体验。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第4，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我的无语呢？这和平地铁人机的脚步听起来像真人，我没意见。2图辐射的怪物咋还弄个真人脚步声？你看看你干的是人事吗？我这给辐射清图了，愣是一直有断断续续的脚步声，吓得我舔包都舔不安稳。还有辐射区地下和外面主城区的声音，枪声互通就算了，隔几十米的图脚步声都能给我传到下面了。上面咋的呀？你这是脚上装的传感器呀？真的，这不连夜修是真没法玩。第5个，咱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真的没必要强加上去。我出没出货我不知道吗？非要去印整个这么花里胡哨的特效，这个特效哪里来的？不是我说你关子，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游戏了，要学会自己玩自己做的游戏你就看看这是什么鬼？已经不止1个粉丝给我吐槽了，遇到人物那回屏幕爆闪了。当然奔将也知道，这刚做好嘛，有 bug 也很正常，但游戏体验确实有点差。不知道各位地铁人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评论哦。和平地铁进行逆天刷钱 bug， 零成本高效率，不需要打人，更不需要开箱，半小时就有300-400万。
就算你不会玩这个游戏啊，也能轻松1小时700万，简直比白嫖还快活。牛掰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奔奔在3年前教大家的刷狗牌大法呢？本来呀挺好用的，可惜呢后面被官方制裁了。听说最近这个法咋又活过来了？用前朝的剑来斩本朝的官，必须再试一下。先来试试梁昭平。没伤害，还挺人性。个锤子哦！我勒个妈拉猫的，不会给粉丝们耗疯了吧？不过还好有狗牌了，就是这烧队友的方法肯定是不能用的。但不慌，奔将有更逆天的方法。没错，就是进游戏后队友直接退出。嘿，该说不说啊，这官方简直是个天才。本来呢，我还想吐槽和平这狗牌的获得方式。大家都知道啊，PUBG里面的狗牌啊是谁打死了谁才能捡，而这和平不一样啊，不管是怎么死亡的，所有人都可以在你身上见到狗牌。再加上和平地铁里面推出游戏角色会直接成盒的机制，哎，这不就能刷钱呢？我们呢仅需3个好基友，不需要任何装备，进游戏后他们直接退出，我们捡了狗牌后也退，不到10秒钟7万5。我操！可能呢有的玩家不知道什么概念，奔将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。开始的时间是4点25，我们来用这个方法刷半个小时看看。OK， 现在是4点55，正好半个小时。看下成果，一共刷了138个狗牌，总价值约345万。Oh my god！ 就这赚钱速度，还打什么进阶地图啊？用3个号1天不就能打爆仓？汗流浃背了吧，光子啊！趁这个方法还没修复，大家赶紧去试试，刷到就是赚到。既然这刷钱的 bug 存在，那 PUBG 经典老 bug 是否也还存在呢？奔将去给大家测试一下。第一个，飞机残骸卡图案。第二个，旋转楼梯卡视角。第三个 R 城 BOSS 点卡图案。第四个大桥上面的狗洞。第五个免费修甲 bug。第六个狗刷2开黑门。喵的，这3种的黑区啊，竟然没有怪物了。看来呀，白嫖黑门也不行。我敢肯定啊，这光子肯定是偷偷玩过 PUBG， 这些竟然全被修复了。但不慌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绝对不会有没有 bug 存在的游戏。大家伙儿赶紧研究一下，好给光子上桥路啊！毕竟我们 PUBG 逃生玩家可不跟你开玩笑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奔奔，我们下期再见。